大家分享一下我珍藏的一些书籍，主要都是一些从小学开始，从小学1年级开始，我用过的课本，我都基本都把它们保留下来。那给大家分享一下，稍微看一下。我们可以先看小学的，看这些，这些是小学的，这个拿一下，这些是小学的语文课本。你看，第2册、第3册、第4册、5、6、7、8、9、10、11、12册，这是我小学的，还差一本，第1本好像弄丢了。6个年级12册的小学课本。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课本里面都有什么内容吗？我就记得春天来了，种子发芽什么的。你记得，这还是第2册的内容。OK。第2册里面的第1课，可以看一下。春天，冰雪融化，种子发芽，果树开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田野里，来到山岗上，我们找到了春天。这是第2册的第1课。然后后边呢，还有一些我们记忆深刻的一些故事，比如说这个乌鸦喝水。乌鸦喝水的故事，然后后边还有小猴子下山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小猴子下山捡西瓜，丢了什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故事。对。还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对，这个记得。都是印象深刻的呀。还有什么一只小羊羔，可能印象就不太深了。对。然后这是我们所有的12小学的语文课本。那我们把这个收起来，看一下所有的小学的数学的课本。数学的课本有12册，6个年级，1、2、3、4、5、6、7、8、9、10、11、12，小学6个年级。看一下我们小学1年级的都开始学什么东西啊？你猜猜看。那实数呗，什么1、2、3、4、5、6、7，我估计。是吧？好像上来就开始学10以内的加减法了。那就是实数，就是幼儿园教的东西了。可能是第1课就开始学1加1等于2，然后2加1等于3，然后估计是3加1等于4，是不是？就有点旧了，翻不开。对，3加1等于4，都是开始学10以内的加减法。现在我突然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以前小学课本的书本都这么薄啊！是啊，那时候觉得好厚是吧？对，那时候觉得好像很多很多东西要学啊。对，但现在看来就这么少。是啊。6年就学这么一点东西。是吧？感觉那时候脑袋也小啊。对，那倒也是。那个，你能想象第12册6年级下学期学什么东西没有？我觉得应该学分数了。学分数了是吧？分数好像已经学完了。6年级下学期学的是圆的周长和面积。已经学几何了是吧？圆柱和圆锥就知道说圆柱的表面积怎么求了。OK。然后简单的统计表和统计图，比和比例。天哪，这些还挺高级的了已经。是啊，所以这些就是小学的数学，把它收起来。然后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是小学的自然课本。小学从3年级开始学自然课，3个年级，一共有6册。你记得自然课都学些什么东西吗？你有印象吗？那不记得。自然课前面有一些插图了，然后什么愉快的自然课啊，什么怎样认识物体、水，
怎样空气，还有植物的叶子。我记得当初学这个叶子的时候，还让大家去自己采集叶子，然后去做成标本。还是制作叶子的标本。这是自然课的这边还有什么认识植物的根茎果实、太阳的影子，什么水蒸气凝结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小学自然课的第一册。来看一下最后一册学什么东西。你觉得会学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了，学物理相关的东西吧。好像物理和生物都有，会学一些人的神经系统、生长发育、磁铁、摩擦起电、探索雷电的秘密，什么形形色色的植物、动物。所以好像就是一些启蒙，物理呀、生物和生物的启蒙，还有那个天文学的启蒙。对，自然科学的启蒙。OK。所以这就是自然课的书籍。再有的话就是思想品德，5、6、7、8、9、10、11、12，这是我保留的几本思想品德课的教材。看一下，随便找一本吧，看看思想品德课都讲些什么东西。要诚实啊，要不要撒谎啊？对，要有责任啊！我猜应该就这些哦。要助人为乐呀。对呀，比如说第一课就说小凤送桃，然后讲一个故事，然后下面有练习，然后问问题，说小凤为什么要给李大婶送桃啊？假如小凤摘完桃后自己留下会怎么样啊？就讲这些事情，都是一个故事，然后后面讨论一些道理的。我记得有一本书哦，那可能是语文书，里边讲什么宝岛台湾，我记得第一课就讲那个，那是语文吗？就是地理呀。那是我觉得应该是语文。我不知道，然后后边还有什么我的好中队长，都是一些什么助人为乐的一些故事。节约水电，当老师不在的时候该怎么办？还有革命先驱李大钊，在铁窗里。这就是思想品德课，应该是政治课的启蒙吧。然后还有英语课，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英语了，这是我们的英语课的课本。我们到上初中才开始学英语。然后还有美术课，这是我们美术课的课本。这你也保留了？是啊。然后还有一些，这还有一个，你记得这种东西吗？叫语文的教学参考书。那应该是老师才用的。对呀，老师才用的东西。那你怎么会有？我好像也能买到，你要想买也能买到，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课后练习题嘛。然后这里面都有参考答案。这些是我的小学的课本，那我们再看一下初中的课本。初中的课本都有哪些呢？比如说有语文课，初中的语文课，我现在有找到3册。初中的语文课，你记得都讲些什么东西吗？第一个是不是宝岛台湾？好像不是。那我不记得了。第一课叫做“这不是一颗流星”。这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也没有印象。这是初级中学第一册。是啊，我也不记得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也没有印象。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容？羚羊木雕背影背影你记得吗？朱自清的背影。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记得这个名字，但具体内容不记得了。然后最后一课。还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论语》6则，还学那个
古文呢，还有小桔灯，冰心的小桔灯，还有什么扁鹊见蔡桓公，诗词五首，纪念白求恩啊，这个春这个我印象很深，168页，你记得这个吗？不记得。叫盼望着盼望着，春风来了，哦春天的脚步近了，对，有那么一点印象。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睁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这篇文章我还是记忆得非常清楚，朱自清的散文。 OK， 所以这是初中的语文课本。那我们还有初中的英语课本，这是初中的英语课本，我好像只找到这一本了。那初中的英语课它不是接着小学学的，它就重新开始学了一遍。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些小学学的不好吧。不是，是因为很多学校初中才开始学英语。对啊，有些小学没开设，所以它可能这就是我当初学的初中你是英语。初中才开始学英语是吗？小学没学过？没有。OK， 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教材。又学 ABC 了。然后你还记得那个初中英语课最著名的几个人物吗？对啊，什么韩妹妹，对，还有李雷。对，他说 My name is Han Mei Mei.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Jim Green. 还有什么李雷，我记得有吗？有，他说 Hi Jim, how are you? 他说 Fine, thank you. 李雷 how are you? I'm fine too. 还有我记得有讲一个什么 How do you do 那个 How do you do 是吧？结果到了国外以后，一次都没用过。美国人基本不会说 How do you do。英国人会说，但是也只有那种，就听起来有种老气横秋的那种感觉。OK， 然后这是历史书，历史书，初中的历史书好多呀。我们学了中国近代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然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学这么多东西。还有音乐课本，还有美术课本，初中的美术课本，然后还有地理课本，1、2、3、4，这是初中的地理课本。然后这个是生物课本，这是初中的生物课本。第一个是讲植物的，第二册讲动物，第三就是讲人体的。人体有一节讲那个青春期的那个嘛，好像有一些老师就是会让你自己回家去读去，我不给你讲。对。再有就是高中的课程啦，刚才看了高中的政治课，这是高中的数学，几何分立体几何、平面几何，然后代数有上册和下册，这些你记着吗？所以这是高考的知识啊。对呀。你还记得这些东西吗？对呀，当然记得。然后，对呀，立体几何就讲各种几何公式呗，立体几何公式。然后解析几何讲什么 sin、cosine 这些东西。对呀，就是上角函数啊。然后这个就是高中的语文课本。现在只有这几册了，看一下这个第3册的高中语文课本讲点什么东西。第一单元议论文，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的文章，讲讲实事求是邓小平的文章，还有什么张克家的纳谏和纸棒。然后第二单元是记叙文，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据说现在鲁迅的文章已经不在
这个中小学的课本里面了。OK。还有什么内蒙古访问、熊观赋，还有鲁迅的小说，这单元是第3单元小说，鲁迅的祝福，巴尔扎克的守财奴，什么契科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高尔基的母亲，还有文言文梦溪笔谈，梅花岭记，还有文言论语2则，孟子2则，庖丁解牛。那这是高考的内容了哈。然后再看一下高中的英语课本。第1册下，第3册、第2册、第1册。那高中的英语就是复杂一些了。看一下最复杂的，第3册下，看一下这个第3册下想讲点什么东西。这么多字啊！讲什么 reading comprehension New York The bison on the plains of America Journey to the unknown 感觉还挺复杂的啊。对呀。好多词汇。然后这个呢是高中的地理课本。高中的地理课本。然后我找到了一本高中的物理课本，就找到了一个，这个没有保留下来。然后，还保留了几本大学的英语课本。果然是越来越厚啊。对呀，越来越厚啊。然后还有一些课外书，雷锋叔叔。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东北大学校报。我们当初我上东北上大学的时候就勤工俭学，就把这个校报送到每个宿舍里面去。然后赚一点钱补贴家用。还有看过一些什么《时间简史》啊，这你都看过啊？这是应该上大学的时候看的吧？还有一些什么心理学的一些书啊，战胜羞怯，战胜自卑，克服羞怯，战胜自卑。还有什么？我还研究过《易经》啊。OK， 练到几层了？练到10层。还读过一本，这是上高中的时候读的一本前言故事，水均益的一本书。当时看完这本书，我还给水均益写了一封信，他也没有回我。骂他。儒林脉史，胡济生，卡耐基的说话教室，世纪大讲堂，压伤的芦苇，这好像是一本禁书。巴金散文，通向理解之路，这是我大学的音乐鉴赏课的一个教材，在北大听讲座。说起巴金，我想起个笑话。去书店买书，然后就问有没有巴金的书啊？那个9斤的书。那个售货员说，什么呀，5斤的书都少见，哪有8斤的？太重了是吧？然后还有《古文观止》，你还记着当初会有些人背《古文观止》，没背过，为了提高自己的古文水平。还有现在还有词典，还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所以这些书就是我的全部的珍藏啊，我的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一些珍藏的一些书。然后现在今年回老家就把这些书再回顾了一下，看了一下，可能还保留一部分吧，但是就相当于有一个回忆吧，一个美好的回忆。然后今年拍一个视频纪念一下。感谢大家的收看。